最近在俄罗斯媒体中，一些军事专家对台湾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画面中，一名乌克兰士兵在无人机的配合下，利用精准的投弹技能摧毁了敌方目标。无人机在敌方阵地上空飞行，精准投下炸弹，目标瞬间被摧毁。紧接着，另一个镜头展示了乌克兰士兵利用无人机摧毁了敌军的隐藏基地。画面中的无人机精准打击目标，直接击中俄罗斯士兵的休息营地，一些未能逃脱的士兵被炸死。这些镜头呈现了台湾无人机在战场上展现出的惊人战斗力。再看另一组画面，俄罗斯士兵正在丛林中埋伏，未曾察觉即被无人机炸弹精准击中，整个营地被摧毁。炸弹投放时无一幸免，甚至有俄罗斯士兵在睡觉时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所惊醒，仓促逃离。但无人机投放的炸弹几乎是致命的，他们不禁惊讶，台湾的无人机竟然在俄罗斯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为何台湾的无人机能成为俄乌战争中的一大杀器？台湾制造的这些战斗型无人机，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小型消费级遥控飞机，它们的设计精密、功能强大，且完全可以执行战斗任务。此前，乌克兰军方收到了台湾无人机制造商 S Dynamics 的捐赠。几台型号为 Invoke 2的无人机成功交付。这些无人机虽然小巧，但却能够携带8枚大口径炮弹，用于精准打击敌方目标。尽管最初乌克兰军方获得的这批无人机主要用于人道任务和侦察工作，目标并不以战斗为主，但台湾的无人机制造商显然有着更雄心勃勃的计划。随后，台湾的无人机技术进入了更高阶段，向乌克兰提供的无人机不仅仅用于监视，还成为战斗中极为重要的武器。这些无人机不仅能够快速且精准地投下炸弹，而且具备足够的机动性和隐蔽性，使得敌军难以进行有效反制。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机的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已经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俄罗斯对这些无人机的反应不仅是愤怒，更多的是对其技术威胁的担忧。台湾在无人机技术领域的突破，让它在全球军事领域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也让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军事技术能力重新评估。尽管台湾的无人机在战斗中展现了强大的威慑力，如何将这些技术进一步优化，并广泛应用于更多军事冲突中，仍然是各方关注的重点。台湾的 Drones Vision 公司自2010年成立以来，凭借其创新的无人机技术逐渐崭露头角，尤其是其推出的 Revolver 860战斗无人机备受关注。Revolver 860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无人机，它的设计犹如一款空中小型轰炸机，装备了一个转轮式武器舱，可以一次性携带8枚60毫米的迫击炮弹进行连续投弹，每次旋转武器舱都会释放1枚炮弹，使得它能够在空中持续输出强大的火力。这种设计的优势在于能够进行连续轰炸，使敌军在面对这种高频率的攻击时措手不及。这款无人机的外形和尺寸也非常引人注目，配备4轴双旋翼，总共有8组叶片，整体重量达到42公斤，直径为1.35米。相较于一般的旋翼无人机，这个尺寸显得相当庞大。然而，它仍然具备出色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能够在空中盘旋20至40分钟，并能飞行至少20公里，覆盖较大的作战范围。与其他单次投弹的无人机不同，Revolver 860可以在敌人上空持续投弹，形成几乎是空中迫击炮的攻击方式。此外，这款无人机不仅限于携带60毫米的炮弹，还可以根据任务需求进行改装，甚至能够携带更大口径的81毫米和120毫米炮弹，进一步增强其打击能力。这使得 Revolver 860在战场上不仅是侦察工具，更是具备强大打击力的战斗机器。据悉 ，Drones Vision 公司已向波兰出口了数百架 Revolver 860无人机，而波兰则将这些无人机捐赠给了乌克兰，帮助其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提高防空和打击能力。尽管公司在公开场合保持低调，表示由于保密协议和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透露太多，但这款无人机的强大性能和应用效果已经赢得了国际关注，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中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威力。台湾制造的 Revolver 860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给俄军带来了不小的震撼。正如许多人所料，这款无人机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侦察工具，而是具备强大火力的小型轰炸机。
通过携带8枚60毫米迫击炮弹，它能够在敌人上空持续进行高频次的轰炸，使俄军在前线感到措手不及，甚至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大杀手锏。然而 ，Revolver 860的潜力远不止于此，其改装能力和未来的性能提升，使得它在战场上的应用前景更加广阔。如果未来 Revolver 860能够携带更大口径的120毫米迫击炮弹，这款无人机的打击威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20毫米迫击炮弹的威力非常强大，通常重约18公斤，爆炸后产生的碎片可以覆盖大范围的区域，直接对目标造成致命的破坏。如此重量级的弹药，如果能够通过无人机精准投掷，其威力简直堪比空中重型炮兵。即使这款无人机一次只能携带1-2枚120毫米的炮弹，它的战斗力也不容小觑，对敌方的打击效果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考虑到这种精确的打击能力， Revolver 860的角色将远不止于对敌阵地的简单攻击，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对付重型目标如坦克、装甲车的利器。除了重型炮弹， Revolver 860还能够应对多种其他战术任务。特别是随着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弹药，乌克兰军队对无人机的战术应用也得到了新的拓展。例如，北约援助的40毫米 M430榴弹成为乌军无人机的新主力。相比于过去广泛使用的30毫米 VOG-17榴弹，M430系列榴弹拥有更强的破甲能力，能够轻松穿透76毫米厚的钢铁装甲，并且具有显著的杀伤范围。在战斗中，乌军通过改装无人机，使其能够精确投掷这些40毫米榴弹，尤其在面对俄军的装甲车辆时，效果显著。即使是较为坚固的坦克，M430榴弹也能够造成严重损伤，极大提升了乌军对抗俄军装甲力量的能力。这类改进不仅增强了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使得无人机成为多用途的战场武器。由于40毫米榴弹的广泛适应性，它不仅能击毁装甲目标，还能对轻型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乌军能够在战场上更加灵活地部署无人机，迅速应对多变的战场环境。例如，某些视频显示，乌军的无人机投掷 M430榴弹，直接摧毁了俄军的坦克。这一击的结果无疑让人惊讶。过去，类似的弹药可能只能对轻型装甲目标造成影响，而面对俄军的主战坦克时， M430榴弹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这也暴露了俄军在反应装甲上的一定不足。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无人机武器不仅为乌克兰提供了打击俄军的新式武器，也为未来战争的无人机应用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像 Revolver 860这样的无人机将能够更精确、更高效地执行各种战术任务，成为未来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也表明，无人机的地位在现代战争中将越来越重要。而台湾的无人机制造商在这一领域的创新，已经为全球军事市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如果俄军坦克的炮塔顶部配备了有效的反应装甲，那么 N430这样的40毫米破甲榴弹，尽管在某些条件下具备较强的穿透力，但它无法击穿坦克的主装甲。然而，无人机对乌克兰军队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廉价且高效的投弹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中侦察能力，改变了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中侦察能力并非台湾无人机的独有特点。事实上，任何民用无人机都可以承担起战场侦察的任务。传统上，空中侦察曾经是大国的专属，高科技军事强国依靠强大的空中监视能力，使战场信息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清晰可见。侦察的任务一般由集团军或者师级单位执行，且多聚焦于较大的战略目标。如今，战场上无人机的普及，使得侦察能力从高级别指挥部延伸到了小规模的作战单元，甚至是单兵。现在，战场侦察不再局限于观察战线或大规模敌方部队，还可以针对敌人的小阵地、战壕、车队，甚至单个敌方车辆进行精准侦察。这种低成本的侦察方式，使得现代战斗更加高效灵活。空中侦察已经不再是大国的专利，叙利亚的情况便是一个例证。叙利亚政府军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采购了大量 DJI 无人机，利用其进行战场侦察和火力引导。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大量购买并改装无人机，
进行侦查，并携带轻型爆炸物进行攻击，给政府军带来了不少困扰。最终 ，DJI 不得不宣布将叙利亚列为禁飞区，以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无人机进行投弹袭击。这表明，在局部战争中，民用无人机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它们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战场的格局。虽然有人担心民用无人机可能会受到复杂电磁环境的干扰，但事实上，在大多数现代战争中，面临复杂电磁环境的情况并不普遍。即使无人机干扰器能阻止无人机操作，但由于民用无人机的数量庞大、成本低廉，完全可以通过以量取胜来弥补这一短板。例如，一架市面上最常见的 DJI 无人机售价仅为700美元，而购买4000架也只需280万美元。这个价格甚至无法购买一架 TB2 军用无人机。相比之下，民用无人机的成本效益明显，且其产量大大超过了军事设备。在现代的国际环境下，武装冲突往往从小规模的局部冲突开始，只有在代理战争或小规模冲突未能解决后，才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因此，依托民用市场和生产能力制造出的廉价武器，将在未来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台湾这款无人机所展示的那样，如何利用庞大的民用生产力来制造能够迅速投入战场的武器，将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